周日早上6点，溜冰场内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哎呦，有个人儿，鸟人，鸟头面具人，鸟嘴面具人被发现死在了仓库。鸟人走了。经过问询，发现6人竟都是彼此消失的亲人。大表哥，大哥，爸，哎呀，终于见到了，好儿子。对，所以是我们俩是父女，爸爸，就我跟他的表弟。哦，女朋友原来是，哦，完了，这咱都是一家人啊，咱一家人。且死者也是他们记忆里的亲人。爸、姐、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侄子。而本就处在循环世界的6人，调查发现，他们竟处在平行世界阵推里。在执念者开启仪式后，所有在无可奈何意外失踪的失踪者都会进入阵推。那咱们现在在这是这个阵推循环之下，多重时空。将金木水火土5种元素属性的物品，分别放置在溜冰场的5个对应点位的柜子隔层处。随着5行阵法的开启，无数谜团将会一一解开。呀，掉了，掉了，房顶。这什么东西？请先前往金柜，拿取金柜中的物品后，会出现下一个柜子的提示，并以此类推。前往金柜。金柜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各位老师们呐！等一下，电铃铃，电铃铃，退。有人出来了，谁出来了？我不知道哪里有出来了？哎，谁撞我？哎，谁撞我？有人撞我！哎，那你不要吓我！谁？人在我这儿。哎，谁在拍我啊？哎，谁在拍我？哎，谁撞我？哎，谁撞我？那你不要吓我！有人撞我。你在干嘛？谁？迅哥是。我跟你说，这样子，你只要说一声谁要碰我，我给他个右勾拳，他就不敢碰你了。金柜门开了没啊？金柜。哦，开了。哦，底下有字。木。金完了是木，我的天哪，我们不应该离开这儿了。哎，木在我那儿，我怎么过来？你过来干啥？我以为金柜门开了。走啊！其实每个人守在自己那儿就最好。对，应该你来开。对。所以刚才就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还原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被绊倒。我跟你说。哦。啊！哎，门开了，里边是啥？土，这边，土这边。土下边，但是根本看不清楚啊。这是谁？我。这是谁？我。
干嘛？我看不见。你捏我干嘛，张立赫？我没捏。你别动。是谁啊？我，你别捏我了。哇，老王哥你怎么什么都不害怕呢？别吓我！谁啊？这个倒霉蛋儿，我跟你说，白宇能发出这个声音的一定是白。好，我找到了，开了。什么？水，水在我那儿，我刚刚那个角落里。我从小胆儿就特别大，我跟你说。你胆儿特别大，你一直揪着我衣服在走。对不起。哎，到了。火！走，我那个地方了，走啊！各位老师带我去，谢谢你们了。我在这边，哎呀，太远了。找着了吗？再往前走。在这个脚上，哎呀，打开了，啥也没有啊！啊？哎呦我去，太吓人了！你们谁？是不是八姐？是不是你？哎呦我去，太吓人了！别吓我，真把我吓坏了。那这啥也没有啊，这里边。拿取金柜中的物品后，会出现下一个柜子的提示，并以此类推。金柜。哦，底下有字。哎，等，声音响了。啊，迅哥，你迅哥吧。拧，保护我爸爸。来，爸爸。好的，放心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刚才里边什么都没有啊。这衣服是谁的？这一看女士的毛衣嘛。啊，有一个这样的盒子呢。一定是有用的。香，这啥意思？谁的衣服？每个壳子里都有2件衣服，是吗？对不起。啊？你都摸到了？真假的？哎，真的。哎，这有这个，是不是放那个香呢？补这边，这里边还有纸。将推香炉放在溜冰场前台处，把推香烛插入推香炉，用推香烛专用火柴点燃推香烛，震推变为推震。咱们现在如果把这个香点上之后，咱们就可以围岛推震2个小时。我们当时就是穿这条衣服溺水的，就在船上消失的。有可能。我们要把衣服都换上。哪个柜子拿的哪件衣服？咱得按那个穿。啊？你都摆出来了啊？这咋混是了呢？快来！这是一套。来，这是我那柜子哈。你们谁是金，谁是木，谁是水，谁是火，摆一下就行了。我是土，这是火的，这是火的。 2条裤子啊，我怎么穿？那就往我身上缠呗。
把所有衣架，哇，衣架都给我。你拿衣架不行，哥，你不是说你是身为这个导购员进来的。那各位老师们，我点火了啊，咱们发射了啊，发射发射。你点吧，来了，点吧。我就知道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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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哎呀，等会等会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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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现在是变换空间了，咱们可以去仓库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小心！有绳子。哎，没开啊！正在切换嘛，应该现在是。哦，成功了。欢迎来到推阵。哦。电视没了，电视在那儿去了。哦，这个枪在这儿啊，看见没？就这个布置好了的，这里边还有纸，还有纸。钢珠装置。由于本装置冲击力巨大，有一定危险性，一旦命中人体，会造成巨大创伤，致使人体脏器受损，甚至大量出血。他这一枪直接从这个地方就打穿过来了，对吧？正常情况下会不会有子弹？钢珠啊！钢珠杀的。这啥？这去线是吧？哎，这一眼就能看到他这个手法了。这不石头在这吗？什么手法？石头手法，这不很明显，他俩开始是一节的吗？对。是这样的。DVD 嘛，他俩开始是一节的嘛。DVD 一弹出，给这石头，哎呦，啪！哦，没错。杀手，杀手，是我。他被这个打死的。你看他没电视在这儿，对不对？我要是死者，我走进来，我干嘛看见枪我还往这儿坐呀？所以刚才就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还原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被绊倒。凶手先在推阵把这一切都布置好，然后他回到正推，在正推把正推的房间也布置好。对。 6点的时候让他到正推去看电视，然后在他看到最后 DVD 快弹出来那一刹那，1点马上啪传到推阵，啪一枪就打死了。懂了吗？你们心里有数了吗？2位推他。 我们现在还就
就还原了个作案过程。你连这都想不到，前2期怎么玩这么聪明呢？看他干嘛？不，现在就是咱们下一步怎么弄呢？再找找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？推忙活外贸公司不许改造图，推忙活行政已奉呈。这是改造了的，肯定还有空间。公司大门进去，公司前台，然后这儿有一个废弃办公室。哦，那是有一个门。咱们是可以去那儿。没错，走吧，走吧。捡了。又要变灯了啊！来，哥几个。啊，变灯了啊！哎，我手抖。哦，又开始切换了。变了。破街，煮火焰，无可奈何，永循环。 OK 了。门开了。那我们现在出去是我们这个事情发生的外贸公司吗？对。回到正推了。公司前台这儿。啊，这个镜子，露8颗牙齿。你笑一下。哦，门儿开了。废弃办公室。哦，这个符号在这儿。当我看到就是刚才那个符号的时候，如同打开了一个开关一样，所有记忆全部涌入。废弃办公室。这是通告，这通告。不祥之船4444号失联情况调查公示。不祥之船4444号失联情况调查公示，444号船，然后下面都被泼墨已经遮住了。 4444号船在8年期间总共经历了2次失联事件。第一次失联发生在1980年2月3日周日晚上22点，第二次失联发生在1988年2月7日深夜。让我们祈祷这8年来的失联者王某、贺某、托某、白某、贾某、乙某、丙某、托某、柯某能平安归来，也向失联家属巴某、张某、李某、宁某表示慰问，他们仍无法接受亲人失踪的事实，望节哀顺变。后边还有一行字啊，你竟然已经看到了这个，你一定会尽快开始仪式，我得抓紧时间了。等会儿啊，也向失联家属，咱先把这个捋一下。我们这样对啊，我失联，他失联。 白某失联，柯某失联，啊，你是失联的，对，然后是你们是失联家属，巴某、林某，他们俩是失联家属，我们4个失联。这儿有好多这个弹珠，死者的弹珠哦，这么多衣服，他住这儿。 好可怜哦！啊，有哎！哦，还有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来，哎呦，这是咱们的好像家谱。家谱，对。白头发和宁贵庚。白头发宁贵庚嘛。生了白买。对。哦，这边咱俩也有亲戚。呵达和宁船长俩人生了贺克福。 宁贵姓生了柯里度和宁船长，咱俩是兄俩吗？
王卷王是王传说粉凤凰的孩子，我是粉凤凰的孩子。他和886结婚之后生了八姐，生了八姐。啊，你是他姑娘吗？对对。八弟1970。咱们就全连起来了，那就没错了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哦，还有，执念者进入正推后，执念者会忘记自己的执念以及与执念有关的人。只有看到正推的标志物，才能想起执念，但无法想起重要之人样貌和名字。失踪者进入正推后，失踪者的记忆会受到磁场影响，会忘记重要之人的样貌、名字，有的甚至会模糊时间。对于进入正推前后的记忆会模糊不清。我现在时间是跟你们一样的，1988年，但是我说的上周是1980年嘛，对吧？所以我记得上周是1980年，说明我中间的8年。在这一周之内就消失了，你不存在你的8年，就记忆的8年。对啊，没有这8年，为什么呢？特殊情况，一起失踪的失踪者会相互记得彼此。为什么我们几个互不相认的相亲相爱一家人还能碰到今天这儿？我俩没清空啊，我也跟他没清空啊，他是我邻居家孩子，我也记得呀。你们俩是认识的，我们俩是有共同的一个过去的。说明，如果见到正推标志物，将在24小时后想起循环期间的全部记忆。我们24小时后就能想起来。凶手肯定来过这块了，已经，对吧？失联家属巴某、宁某，所以你们2个之间有一个。杀弟弟。回溜溜冰场，我想回推镇。来，快！哦，需要锁凶了，朋友们。开始推理吧。噔噔哒哒噔，噔噔哒哒噔，噔噔哒哒噔。我再看看那个迷庸计划吗？哎呦，谁的包啊？这是？哎，这不托尼的，托尼的。纸团。迷庸了，迷庸了。哦，迷庸计划。前面是这个迷庸计划，是小八的计划，我的计划跟踪、迷晕、绑走。8年前的事儿到此为止，我必须让这一切都结束。这也是小八这次利用这28天来到这儿的目的。后边这个就是他要找的这个人写在这上边的，回复他的8年前的事儿打了个问号，一定是我一直放不下的那件事儿。头套人应该是总经理背锅吧？就是8年前要找头套人，你要找头套人，找头套人就是背锅嘛？要找背锅的，当时是你要找背锅嘛？对呀，对呀。我就怀疑是他为了替他弟弟报仇，所以把我儿子从灯塔上推了下去。还有谁要找背锅的？我还要找背锅。可能是那个男人在这个船上动了手脚，我爸爸才会消失不见。就是我非得一定要找到这个人。皮夹克这个人。对。为什么背锅是头套人呢？不，就是从这个人的叙述的这个语言里边啊，他透露出来的信息。头套是他，是小八。啊，有哎。哦，还有东西。这个。看的什么？这弟弟写的是吧？他说先用头套挡住脸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。不，头套都在用，我也用过。我们当年不是我哈，是我爸，是我爸也用过。王传说，王传说杀乐爷的时候也用过那个，就这个东西是咱们这儿一脉相承的，是的，干坏事都要用啊，祖传的，干坏事都要用，要不然谁还会跟8年前的事儿有关呢？难道因为我发现了他8年前杀人的事儿，他就想要私下找机会灭我的口？
所以跟踪我是想知道我手上有没有他的证据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我只剩20天的时间了，这短短的时间，我要用来好好跟我的家人相处。他俩都是从推证过来的，绝不能被他干扰我的计划，正好可以用重叠空间杀了他。所以黑字儿和红字儿不是一个人吗？不是一个人，黑字儿应该是 CPU， 黑字儿的先写，对，红字儿的后写，对，对吧？对。红字儿看见这人，发现黑字儿这人的计划了，对然后准备把这黑字儿人干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红字儿应该是凶手写的。对。那么黑字儿写的这个人就是小八。小八有一个迷庸计划，对不对？他想迷谁呢？对。想带走的人。他有个想带走的人，对吧？这想带走的人就是有执念的人，他到这儿来是要解决8年前的事儿。对，你看咱们有被动被弄到这儿来的，有是主动。没错。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我。你讲讲理由嘛？你别上来就排除你啊！因为我是失踪被召唤过来的人啊，我是被动被召唤过来的人啊。刚才那个里边不是说有一部分人是失踪的人吗？谁是失踪的？我是失踪的。对，你失踪的，我是失踪的，还有谁失踪的？我是失踪的。还有谁？我。还有谁？没了。不是失踪的有谁？他们两个2选1嘛？哇，绝对是啊，比我们侦探都清晰耶。咱们捋一下啊，现在很明确，死的从目前来看就是小八，就是我的儿子。然后他到这儿来是要找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和8年前的一个什么事儿有关系。这个人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人，他想把这个人带走。是，可是这个人呢不想走。这个人不想走，所以他有迷庸计划。他可以把这人迷倒之后呢，他自己戴着这个面具，然后把他带着一起召唤仪式，两人就走了嘛。对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对。但是这事儿呢被凶手发现了。要么就是他不想小八做这事儿，对，要么他就是不想让这个人走。但也有可能凶手是想杀掉小八。小八这个我觉得很重要，他这个再读一下。我知道。咱们仔细再读一读啊，谁陪他玩弹珠啊？都有，那张图上都有弹珠。
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力，看是否有可能让你想起些什么。哦，他这个就是要找重要的人啊，找到了。对，昨天我们6个都在对房间里。朝我们丢的吗？对呀、他在门口丢的吗？我们都在托马斯的办公室里边，他朝我们扔了嘛。哎哎，那有个人，门那儿有个人。我没想到你也来到了这里，看到了标志，你一定想起执念了。这样一来，你会更留恋正推，更不愿意回到推正了。我必须启动极端的手段，就把那个他重要把他要人晕了带走的。人迷晕。用了吗？他那个迷晕那个东西？没呢，用了，咱有一个人就晕了已经啊。他这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，他就死了。你约了我6点去溜冰场仓库，还说会如我所愿从正推消失，一定是想通了，愿意回去，太好了。我们约定好的，往前走，别回头。一模一样的一个标志。啊。应该是一个是小巴，还有一个是小巴要带走那个人和杀小巴的人是同一个人。其实就要带他来这哥们儿的凶手嘛。带他来这哥们儿就是凶手。对。带他来的显然，咱们说我不是被带来的，我是被带被进来的。招来的。对，我是被招进来的。那我也是被招来的。因为失联家属只有你和巴。对啊。对吧？对，不，我们不是和小巴在同一个时空，和小巴在同一个时空只有他俩。那么现在说白了，凶手就在你俩之间。我半个小时前就说了这个话了，你们给我一顿卷。别着急，你脑子快，我们脑子慢。他其实就凭这一点就排除了他们2个人的那个嫌疑嘛。对。他们到了这个啊，通了。通了？通了？啥通了？因为到了这个空间，你就会遗忘。对呀。他做了那个法事之后，来到这个空间，所以他忘掉了他应该认识的那个人，直到他看了那个之后才会想起来。宁巴就泰坦尼克在一个世界嘛。对，重点是咱们2个世界的人都相互认识，他们俩为什么不认识？重点在这儿啊。这个凶手一定在他俩之间。我同意。哥，你今天推的太厉害了，你怎么？不是就是这样的呀。所以你俩 PK 一下，看你俩投谁吧。我为什么要杀我弟弟呢？我觉得你说什么你得讲证据吧。这个原因。我觉得巴姐更像是个杀手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为什么。我就通过我自己的分析。我是每一天都像一个杀手。再把这个再想一想啊，8年前的事儿，一定是我一直放不下的那件事儿。咱们想8年前放不下的事儿是什么？8年前他俩都放不下，他是要去找背锅，是船做了手脚，他是以为儿子被推下去了嘛？一个杀子，一个杀父。对，当时你找那个谁，就是写证明信的时候，那个证明信说白了他们是不会相信的，对，因为当天是电闪雷鸣。压根儿我还没有来得及说我，他们就失踪了嘛，他们失踪了。对。贝锅他有一个弟。贝锅有一个弟。对呀，他写给他弟弟的那封信。对，是他写给他弟弟，有个弟弟。说实话，这个信对你也很不利。为什么呢？就这个信里面，你看，就是他烧他的那个地下室的那个事儿，这些年也一直走不出自己的执念，是一个可怜的人。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没错。执念，可怜的人，你懂吗？对吧？所以你们的这个执念是没有消失的呀。所以他杀他不一定是在认识的情况下杀的。对，因为死者是戴着面具的嘛。对，因为死者是戴着这个面具，所以姐姐误以为戴着，因为他这里边很重要的一句词儿是什么？是头套人应该是总经理贝锅。所以他一直以为他约的这个人，他不知道那是小巴，是他弟弟，所以他把他约来之后，杀完了之后，可能到现在他才知道那是他弟弟。有道理。哇，
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强，非常有道理。你一直觉得有人跟踪你，完了有人要迷晕你，所以有人要跟踪我，要怀迷晕疑这个人。我是1923年的贺少帅，不是，在这个年代没有人要迷晕我。咱们就从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。对，难道因为我发现巴彦先他杀人的事儿，他就想要私下找机会灭我的口？所以因为他有这个，所以他就有杀人动机。你要灭我，我必须弄你。对，所以跟踪我是想知道我手上有没有他的证据，这全是他的那个逻辑。真不是个东西，这从这个口气也像是女孩的口气，一般男孩不会说真不是个东西。哎，我是这个真的分析啊是一个，虽然是我女儿，但是我就是分析。对，分析的非常好。不可能。我只剩20天的时间了，这短短的时间我要用来好好跟我家人相处。他俩谁想跟家人相处？他的面儿更大，因为在这儿有我们仨呢，他儿也在，他俩弟也在。是咱家齐了，但是48天后，如果我是凶手，我就灰飞烟灭了。对啊，你愿意跟我们死一起死吗？因为我们都是你们不死，你们为什么会死呢？我知道嘛，因为你回到现实，你也就跟我们再接触不到了。你希望用最后的时间来，就是因为能跟我们一起生活最后48天嘛。哎呀，反正从面上来说，我觉得你的面儿大。咱讲证据嘛，我觉得是讲证据。对，讲证据，讲证据。就是现在其实完全是通过证据，因为这是我女儿，我是怎么都不会想着她会去杀她弟弟的。但他是杀他弟弟就是误杀。对，因为他弟弟戴着面具呢，所以他就以为是那个谁，对，背锅，以为是背锅，他俩都有这个可能，因为俩都恨背锅。我儿子找到了呀。你儿子是在这儿找到的呀？对呀。你在现实世界是找不着的呀。他是我儿子，是不是？对。如果我儿子找到了，我还会认为那个人是凶手吗？对，他也是相同的，他找到他爸了。你这个事儿还可以是往哪儿想的？你的儿子是好的，但是我们还有那么多人失踪，是不是背锅杀的？他也是找到我，因为你恢复所有的记忆嘛，你都知道了。你怎么能证明我恢复了记忆呢？就是因为你看了嘛，你看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看了呢？问题是杀手一定看了。是的，对吧？哎呦，这个，我觉得今天他们都知道的比我多了。总结一下推谈，我已经被搞懵了。你 X， 你总结，我听你的。所以你觉得是谁？我本来觉得你是你的，你现在觉得是谁？现在我觉得也是跟着你们走，他们俩中间一个。你觉得谁更像？不一样。你这有点偏袒了 X。我是觉得这个误杀有点不太可能。误杀咋没可能？误杀都拍2部了。不知道你是谁，哥。没有，他的意思啊，就是如果是这样太狗血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估计。哎，不是，那这个人，就比如说这个人是我的话，那我是把信写给了背锅，那为什么会是小八过来这里呢？你以为你写的这个人就是背锅吗？他是写给鸟面人的。问题是在我昨天和今天的所有的我讲述的故事当中，没有鸟面人这个人。一样，我也没讲过鸟面人嘛。对，一样，咱俩的现在目前证据是同样的。对啊，无法自证清白。无法自证清白。哎，赶紧，我们平民老百姓就等着你们俩推探做最后的总结了。刚才的盘算下来，我们大家讨论的结果，锁定的凶手范围还主要是在这2个中间。小八对4个嫌疑人来说都很重要，各自都有情感上的。你们2个说的意思就是不知道这人是谁。对啊，误杀的这个人，因为以为他是背锅。对，对不对？那就看谁更想留在这里喽。对啊，谁更想留在这里？我们刚刚讲那个失踪不失踪跟谁放蜡烛那事儿，我觉得只有一个点是能说服的，一个点是我们俩因为是80年失踪的，所以说我们俩不可能放蜡烛，因为我们俩放蜡烛，他们一定不会被召回来。对，只有他们4个人中，他们4个人里边，他俩又是失踪者，而他俩是家属。失踪者家属。对啊，所以留在这个世上的只有家属，失踪者已经。那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实世界还是非真实世界呢？正推啊，正推啊。因为我们看到的所有都是正推的文件呀，正推包括公司发的文件，所以你们是在正推啊。对，就平行世界的概念嘛，等于是。还有一个被招来了。是的。因为有一个逻辑是，这个凶手来正推不是为了杀一个，他来正推，他杀人是被迫之举，他来正推是来找家人和家人相聚的，和家人相聚找到了呀。但是他在推证的这个过程当中，
突然发现有人跟踪他，有人要弄他，然后呢背锅，他还要弄清楚当年他的这个亲人是怎么就消失的，所以他要回到这儿，而贝果是在这儿的，所以我把他约到这个地方来，他整个逻辑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凶手整个逻辑是这样的。来，阿爸你自己说说。我知道你怎么样？快灵光啊！是，马上给我 Q 一个人出来，老子八戒，救救咱俩行吗？离谱！你看啊，职业习惯影响了一些你的生活习惯，还斤斤计较，这个是也挺关键一个。那八姐斤斤计较啊？他斤斤计较，他会计啊。对啊。好，怪我了是吧？好。首先，你们两个都对背锅有仇。对，你们来到这儿之后，发现这个背锅在这儿，我是不是现在把这个哥们儿给解决了，也许就会扭转那边的时空？那你又说这个人不想回去，你又说我想在这儿跟你们团聚，然后你又说我弄完之后我要扭转回去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人是你的仇人，你们俩就觉得是要干掉他。打个比方，我就说如果我是认为我儿子是被背锅搞死了，那我来了之后我见到我儿子了。对呀。你忘了这是你儿，你一到这儿你都忘了，你还找到你儿子，你根本就没找到。只有看到符号之后，只有看到符号你才想起。打个比方，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找符号，可是你看看小八都是找到第26天才找到符号。有没有可能这个符号我们从昨天就有人看到了嘛？凶手肯定是早就看到了，记忆恢复了。对，但是已经杀了，没办法了。这个已经很清楚了，这个。我理一下，总结一下，因为我你最后们该聊的，我觉得你不要笑，你怎么一直在笑？你说，你先没事，你要想说，你想说嘛，你说嘛。不是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。现在今天为什么？你平时每次都有灵光一现的时候。这个你会进入一个自证怪圈。其实按照杀鸟人的动机来盘算凶手的话，就是看初轮大家每一个4个嫌疑人对背锅的杀机就够了，不需要看每个人对小八的杀机了，明白吗？对小八是没有杀机的。对，就我跟你说，就是误杀这次。包括在他死之后，他的面具也没有被摘下来嘛？对不对？对，说明凶手杀了他之后秒就传走了。对，他觉得那就杀对了。他就干完这事儿也没有确认身份嘛。但这是我女儿，我不投她。那投票吧。推探得给点意见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好纠结啊！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确定，到底是我的女儿误杀了我的儿子，还是宁船长杀了我的儿子。因为其实他俩的所有的动机、所有的作案手法，整个其实都是可能的。我刚才脑子里边反复就把小八写的那封信，他把他忘了，他记录的那个文字的情景，我就在脑子里边去过。这个话跟他姐好像挺合适的，但是在我走了之后，宁船长等于是他的养父啊，其实也挺合适的。还有一个最关键点就是，作为一个船长，他也必须是这个有斤斤计较的一面。行了，不纠结了。哎呀，我今天选投错就投错了，就投他。好了，小八，你会沉冤昭雪的啊，拜拜。我选择的真凶人选是王全王，是因为我在他房间里发现了弹珠。这个老朋友他又说他喜欢玩弹珠，说你喜欢陪着我玩弹珠啊。我觉得这个人选，其实我现在还是有些存疑。
我选的真凶人选是八姐，在受害者写的东西里面有提到过，这个你就是写给凶手的，他把你称为是一个严格斤斤计较的人。其实这一点就很可以坐实是八姐，因为八姐平时她作为会计，她也很斤斤计较。比如说，别人给她的报销发票，她要严格的控制在3.141592件距，然后平时对自己也很严格，然后还会在床上放金算盘来督促自己，看起来是一个要求很高，然后又自立性很强的女强人。就这么多。我今天投的真凶人选是通过刚才我们的推理，我的真凶人选投的是今天的真凶人选是今天这个光好像都格外怪异。是的。开始推理吧第2季第4案，走不出的盲活机案件告一段落。各位已经完成投票。如果真凶的票数低于其他人，则真凶与 X 获得金钥匙；反之，其他投对的玩家获得金钥匙。接下来将公布投票结果。今天有3位玩家获得了票。3位玩家？我们仨。 3位玩家的票数分别是1票、2票、3票。又是这个，是我是不是？而且有1位玩家在投票时临时改了票。啊！在改票之前，最高票数的人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也就有一个人犹豫了左右嘛，左这边就是3，右就是那边3嘛。完了，感觉要出事儿。完了，要出事儿。改票的玩家就是哦，要说出来。王卷王，请王卷王来宣布，他将票由谁改成了谁。我本来投的是我女儿，然后我到最后那一刻吧，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是姐姐误杀了弟弟，我实在是心里边有点那个。再加上今天我就是对林船长的整个观察以及比较，但到最后那一刻呢，我说没事儿，哎呀，哪怕我投错了，但是我真的今天其实有这么一段父女情，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。之前的我的内容当中，有女儿突然跳出来吓我一下，今天她就突然跳出来吓我一下。我可以试试开一下。这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呦我去，太吓人了！你们谁？是不是八姐？是不是你？但是我就觉得还挺幸福，我就最后改票都给了您船长，就这么简单。投错了可能。哥，你也有执念。你执念太深了。嗯，我替你照顾了2个孩子8年呢。是，好吧。好，我错了。所以本次票数最高的嫌疑人就是宁船长。那么宁船长究竟是不是真凶呢？在宣布真凶之前，我先宣布本案存在 X 就是贺克福。哦，是你啊！哎呦，说，哎，不是说是他吗？我俩一直以为是他呢。哎呀，真是。哎呀，我今天玩的不错呀。这个 X 压力太大了。所以你今天看到自己是 X 的时候是什么心情？我没控制好，我转身太快了。他那一下，我这脸部肌肉，我这
对，僵硬，他出来的时候。我叫他给我对个眼神儿，绷着劲儿就走了。对，我连呼吸都怎么能放松下来，我就回去了。所以说，当 X 的时候一定要柬埔寨放松一下再走出来。那个挺难的，我跟你说有。好难，真的很难，越想控制越难。它是 X 的干扰因素，最大的干扰因素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欺负你，他欺负小孩。我是 X 杀手吗？难道？觉得没身份，其实放松玩还挺好的。你就可以沉浸其中嘛，你就可以去找线索什么的。但一旦你有了身份，你可能就会三心二意，然后有可能会控制不住。那么宁船长究竟是不是真凶呢？恭喜各位检举成功，真凶就是宁船长，八姐获得2票。王卷王获得1票，那我还改对了，我。爹，我的好大儿啊！哎呦喂！哎呦！我改一下，改成宁船长。今天投的真凶人选是宁船长。宁船长想要杀死贝锅，在他的这个记忆和意识里面。贝锅害死了自己的儿子，所以他有一个这个想要杀死贝锅、替自己儿子报仇的一个执念。且在这一张迷晕计划上面，他看到了他认为贝锅的计划要迷晕这个人，于是他更加确切地产生了想要杀死贝锅的动机，因为同时不仅仅害死了自己的儿子贝锅，还要杀死自己。今天的真凶人选是宁船长。我选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更想留在镇推，因为他的所有家人都在这里，所以他更希望留在这儿吧。投的是八姐，八姐。我选择的真凶人选是王卷王。真假的？你没想到是我，对不对？你选的是谁呀？他投的我。因为当时结束以后，我搜到了个弹珠。接下来宣布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。关键性证据与巴蒂的弹珠有关。这个啊，弹珠有关。为了确定重要之人是谁，巴蒂其实在4个人的房间都放了弹珠，但只有宁船长发现了弹珠，可宁船长却以为扔弹珠的鸟面人是贝锅，所以他杀掉鸟面人之后，把与鸟面人相关的弹珠藏在了公司隐秘处的盆栽土里。因此，现场只有宁船长的房间没有弹珠。他把它藏起来了，我们都有，所以你收到这个是大家都有的。除了弹珠之外，宁船长还拿走了托尼的包上的5形挂件，将其和弹珠藏在了一起。此外，土里还有宁船长掉落的小发卡。这个小发卡可以证明藏了这些东西的真凶就是宁船长。此外，本案中八姐之所以也进入了镇推，是因为宁船长在做仪式的时候，八姐身处方圆50米以内，所以被一同带进了镇推。哦，对，5形挂件。托尼的包上面有金木水火土，缺了哪一个是吧？包咱们真是忽略了。其实之前看那个包的时候是看见了那个5形的那个。你不觉得有些证据你忽略的反而是一些重要，但你重要的你全都怎么说？就是你反而觉得那些不重要的它是重要的。对，有时候就是会盯着这个嘛。对，太关注了。今天获得金钥匙的就是王卷王，白满颗粒度，恭喜送上金钥匙。恭喜呀！恭喜！你看我最后那一刻纠结了一下，我改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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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打不开了。来吧，谢谢宁船长，谢谢你投了我1票，让我就是差点让他跑了。谢谢大表哥。谢谢大哥，恭喜！谢谢大哥，恭喜，真不错。
那所以这些事情是怎么连起来的呢？现在我们只是凭就是谁不是失踪的人来断定，那我和他之间啊不，还是执念，因为执念最强的就是你和他。他就是要弄清楚他的儿子究竟有没有被背锅推下去，他的执念就是这个东西。而且他是有想跟我待在一起的想法的。对，当他发现儿子之后，他想留在这个空间。啊，所以那封信里面写说那个执念最长的一个，执念最长的是他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那封信也是个关键证据。我所求的唯一就是他的家人都在这儿，家人都在，他想和家人在一起，一个都不少。对，那这个故事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空间啊？就是到底是在循环还是在平行？有平行有循环。由于执念的人进来了之后，所以他开始了循环。2次船的灾难是平行的，444号前边我开的那一次，和后边公司又把444号给到一个新船上，又造成了88年的2月7号的这一次的失踪。哇！今天这个故事挺厉害的，而且我觉得玩的还挺高级。这个执念对于一个人来说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个事儿。对，所以我真觉得这期节目挺有现实意义的，能对应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谁也别说谁没有执念，说什么事儿我都能放下，那只是可能你没有遇到真正能够戳到你的那个事儿。你看，我们是这个父女的，他那儿是和爱人之间的，你那儿是父子的，还有兄弟之间的，还有姐弟之间的，我反正挺喜欢这个故事。对吧？有的时候他也追求过去的一些东西，对吧？比如说想见到一些人或者做一些事儿，对，就会让他失去现在所拥有的，而且结果未必是好的。对，是的。我一直在想，就是比如说2个嫌疑比较重的，都是为了去保护自己爱的人，或者说让自己跟自己的爱人有一段相处的时间，去开启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嘛。然后而且甚至是凶手他还杀掉了终结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人，他想把这个潘多拉魔盒一直开启。其实这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。是的，你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人，你是让最爱的人好像在你身边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，但是你问问他本人想要吗？他或许他本人在他的那个平行世界里，他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呢，你把他强行拉过来，那这不是一种自私是什么呢？是的，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，不能有太多的执念，放下过去，你才能继续明天嘛。对，事儿过不去，永远会对你会再次带来伤害的。对，坐上火车那句话，往前走，别回头。本期的几位故事人物都存在着亲人蒙难，而且他们自认为是自己的原因导致亲人的蒙难，所以始终走不出来。而且他们还固执地认为有那样一个杀人凶手。但随着故事的推进，拨开案情的迷雾，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凶手。最后他们也自省，对调查凶手的执念其实是在掩盖自己对亲人意外事故的自责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战胜内疚，摆脱阴霾。首先，战胜内疚不是非要摆脱自己认为做错的事情，不是告诉八姐你离家出走是对的，跟你父亲失踪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战胜内疚仍然意味着在这件事情上承担合理的责任，并接纳造成内疚感的原因。对于我们必须要承担的部分，无法弥补的部分，我们要学会自我宽恕。我们会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和综艺里看到报仇的概念。我们的法治理念是禁止私刑的，所以有仇得报，是报案的报，而不是报仇的报。交给公检法机关，可以有更科学有效的侦查方式和审理机制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概率。其次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是需要得到保障的，将其放置于司法体系内，能够对其行为的性质有更合理的认定，也在认定的过程中充分保障他的辩护权。
今天如果我们以暴力解决问题，明天我们自己就有可能成为暴力的对象。所以一个稳定有序的法治环境，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基本权利最好的保障。扭开悬念问号，开始推理吧，一起推图不做的真与假是粉末光。黑云映，雪雨滴，推针笼罩迷雾里，小阳声，烛火摇，挂着影子多一句。放声起，脚步急，乱秀藏进一眼去，真相映无声的夜里无痕迹。把银河像系统的解密这道题，隐藏着双重身份，谁重蹈我的地上与风声颗粒鼓弄着玄虚，下一秒谜句或谜底，真相的全部已清晰。来吧，各位玩家，开始推理吧，一起联手救出他。